Hello， 早上好，欢迎回到珊珊的会客室今天呢天气下雨所以不能够外出，那珊珊就在家里来跟大家聊聊天吧。今天早晨一大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前央视的主持人的一个视频，他就上面说到呢，说现在很多人呢上了一定年纪的就不太会去发朋友圈，好像自己的生活就是不能够让大家去看到然后他说他也在那个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小姑娘发的一个朋友圈，那他看完之后呢很有感触。这个小姑娘就说呢其实为什么不发朋友圈呢，对吧？那你其实真的没有像自己想象的有那么多的观众，那你发这个东西呢只是为了说我可能几十年以后我当时认为很值得去记忆的东西，或者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可能都会淡忘掉，你就不记得了，你也回忆不起来。但是如果你用文字、照片或者视频的方式把它们的记录下来，那可能在几十年以后，当你老了，你再也走不动了，你还可以去翻翻这些你曾经记录的东西，那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回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我看到这个呢我也非常的有感触，我觉得我现在会在 YouTube 上做这个，把我自己的所有东西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除了说分享给大家，我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要记录我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的一段路那这个是我做这个 YouTuber 的一个初衷。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也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人他会去可能为了一些流量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会去杜撰一些故事或者是编一些什么故事或者是拿别人的故事来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没有必要。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我活的就是我自己，我没有必要是为了别人的眼光，或者是我要生搬硬造去编出一些东西来，真的没有必要。那我就觉得我跟 Mr. F 也说了，我说我们就做我们自己，那至于说我们会不会有观众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记录我们自己所曾经走过的路，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所体验到的一些情感仅此而已。那希望你们喜欢的人自然就会留下来，那不喜欢也没有关系，你就转到其他频道去好了，对吧上一集呢有说到就是我跟 Mr. F 准备要去做结婚这个事情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没那么复杂，但是就是在那种疫情然后所有的都是严控之下，就变得特别的艰难。那我们已经就是见面了，那准备要去那个民政部门去领这个结婚证。那民政部门所有那个时候呢都是有需要预约，就是预约制，然后要提前很久去预约，如果你不预约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是看了，就是 Mr. F 他回去只是待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看了1个月里面好歹就是要选一个比较好的日子，是吧？1个月里面那也只有我记得当时是有3个日子还是4个日子是比较合适的，可是他隔离又去掉了差不多10天不能出门，那所以其实只剩下20天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看了一下，就是最后选了一个日子就是在那个月的中间选了一个日子然后赶快就去预约看看就是哪一个地方，因为
广州有很多的区嘛，那我还是希望说在我的户口所在的区能够去预约到这个号，我们去做登记，因为那个地方离我妈妈离我哥哥他们都比较近，那他们要去好歹参加一下我们这个领证的仪式也会比较方便哈，所以我就尽量要预约那个地方。然后呢，好不容易就是抢到了一个号啊，他因为预约的时候还有时间段，就是某一天某一个时间段具体到你要预约那个时间。完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去也是要做核酸，我记得当时是要24小时之内的核酸，就是说我明天比如说上午10点钟要去，那我今天做核酸要在今天的上午10点钟之后去做，到明天才会是24小时之内，对吧？包括我的家人如果要进入的话，要去参加我那个仪式的话，都是需要24小时的核酸，如果没有这个核酸检测呢，是进不去的。所以呢，我约好了之后啊，那赶快通知我的家人。其实他对去参加这个的人也是有限制的，就是其他的人可能不能太多人去参加，所以当时你看就是很惨了，就是比如说我想通知我的亲朋好友去见证我这个仪式，但是在疫情之下都是不可能，因为它不可以让你太多的人进到那里面去，就是哪怕你做了核酸检测也不能让你那么多人进去，所以变得就我们这个仪式真的就是比较冷清哈，只有我妈妈我哥哥2个人去了，然后其他的人都不能去。那本来比如说你领完证是不是应该有小小的一个仪式庆祝一下，对吧？但是在当时疫情之下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也不敢，因为很多那个吃饭的地方也不开门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吃饭的地方可能今天开门了明天会不会开，所以你根本也是不敢去说先预定一个地方吃饭，还有通知亲戚朋友啊，亲戚朋友也可能不敢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疫情有点厉害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这个结婚就非常的简单，就是去领了一个证，然后当天晚上就是家里人就那么几个人就找了个地方吃了个饭，就算是完成了啊，所以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啊，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吧？结婚这么大的人生大事，你就这么草草的就完成了。但是我想在那个疫情之下，我们第一是这个条件所限，第二我们真的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在乎的也不是这么一个仪式，在乎的是你日后能不能够长长久久，对吧？那个仪式说实话真的不重要，在我和 Mr. F 2个人看来都不重要，然后有很多礼节上的东西我们也不懂，所以你也很怕说你可能去做，但是没有做好，反而是会别人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这个都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就想干脆这样子就不要去做这些，就任何这些都没有去做了啊，就这样子这个把这个通行证拿到了，结婚证哈拿到了，然后Mr. F 当时要返回来台湾的时候是订了从香港返回来的一个机票啊，那这个香港返回来的机票已经订好了，在他去大陆之前就已经订好了啊，可是后来我们一看，因为当时的就是大家都锁了国门嘛，所以你要出你要进都是很难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方式让你可以去。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一下他香港飞机的那个时间，我们想了各种的方式，他能不能够在那个时间去到香港，但是都不行。我甚至打电话到香港的机场、香港的机管局去咨询，
那我说那大不了要不你就提前1天就那个提前1个晚上就去了香港，在机场里待着，就一直待到天亮再走。可是当时的香港机场不允许在那里过夜，就是必须是清场，你不能在那里说我今天晚上待在这里，明天早上的飞机走，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又遇到了难题，对吧？就是此路不通了那怎么办？然后我们又赶快去查询说去澳门，从澳门飞会不会是更方便。然后呢发现澳门的飞机那个时间点可能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个珠海直接过关到澳门机场那因为那个香港的那张机票呢买的是那个廉价航空，所以呢如果他没有退票也没有改票，所以呢如果你不能从那里走，那张机票就直接又废掉了又废掉了一张机票可是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后来就重新就 Mr. F 就买了一张从澳门走的机票。然后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在他回去的那段时间，广州的疫情就是变得好像有点严重了。我们每天就是出去回来，差不多就是每天都要做核酸，就是为了确保我们上面有个健康码，手机上有个健康码，你去哪里都要扫那个码。如果你的码不是保持在绿码，那你就很可能你就出不了门，你也坐不了任何的交通工具必须保持那个码是绿色的。所以呢就逼着我们每天都要去做核酸。然后呢他在广州待的这些时间，我们也不敢多去哪里。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在广州，就是我们要去办点事，然后出去了之后，那个区就是整个区所有的餐饮堂食就是内用都被取消了。然后我们就去办事，办完之后想去吃点东西，你知道吗？就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进去坐下来吃东西的。最后我们就是很惨，在那个有一家店铺它开的，但是你不能进到里面去吃。我们就像一个那个农民一样，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那个店门口，蹲在那个店门口，凳子也不够，是不是？蹲在那个店门口，就这样捧着那个一碗面在那里吃。真的在疫情之下太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平常你觉得特别简单的事情，在那个时候都变得特别的复杂然后 Mr. F 呢就想改道说去澳门飞。我也担心说他从广州去澳门会不会又遇到什么，所以我坚持我说即便是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也要送他去珠海，我要看着他过关进关走了，我才能放心所以我就把他送到了澳门的横琴口岸，然后看着他过关我不能进去所以我就只好回头了。那我回头我是坐高铁从珠海到广州，结果我在路过那个拱北口岸的时候，我的高铁是在拱北口岸那边嘛，拱北口岸我就觉得我说正好是中午了我就在这吃碗面吧，赶紧吃完了再去坐火车。结果就是因为那个我在那里停留吃了一碗面，然后呢当时就说拱北口岸有发现一例新冠病例。结果我回到广州之后，我的那个码呢就变成黄码了，就变成黄码了。那黄码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不能坐任何的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然后我必须到指定的那个检测点去做核酸检测，检测完我的核酸没有问题，就是一个人做一管那种。因为平常我们大规模的那种做是5个、10个甚至20个人一个管子，那我如果黄码了之后，我就要去做单人单管的那种
证明我是没有被感染，我才可以那个马变回绿马。你想想那个时候是有多么的艰难哈。那然后这个好不容易那 Mr. F 也是顺利的就回到了台湾。那在他走了之后，广州就非常大规模的就是这个新冠的状况就非常非常的不好了，然后甚至出现了那种就是很多地方都被封掉了。所以我当时也非常的庆幸，我说还好我把他送走了，要不他要是被关起来就是出不了了，是不是？比如说整个小区封起来了，整个区封起来了，你是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去离开的。所以我也很庆幸他当时又赶快买了一张票走了啊。那珊珊的故事还有很多后续，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然后下一次再回来，珊珊会聊一些就是到台湾之前的一些故事，还有包括到台湾之后的一些故事。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珊珊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龙马精神啊！